哎，大家伙儿早喽！3月14号星期五，这一周过得挺快的。比赛之后歇了1天半，因为轻伤，但今天基本上好了。就光脚踩地的时候会有一点异物感，不怎么疼了。无锡应该 OK 的。今天轻松跑，因为明天周六有可能有平田先生的早训练。早上起来看邮件，有个好消息，我又有机会和吉普乔格同场竞技了。吉普乔格宣布参加今年的悉尼马拉松，开心。如果今年我们2个都能顺利的完成悉尼马拉松，那我们就成功的同场竞技了4次。伦敦、柏林、波士顿，还有就是今年未来的悉尼。但是今天还有一个话题要跟大家聊，所以呢，今天的标题有点不合适，因为说吉普乔格内容很少的，大家抱歉了。目前为止，我们一起参加过的比赛，就真的是同一场啊。2018年的伦敦和柏林，吉普乔格都是冠军，而且2018年的柏林跑了2小时01，拿到了世界纪录，他的第1次世界纪录。他冲线的时候，家属就在终点那儿，那时候我还在刚过半马的地方跟那儿挣扎。之后的波士顿，他没有拿到好成绩，好像是第6名。2023年的波士顿，看看今年的悉尼会怎么样。这些回忆都是怎么说？你攒了多少钱或者怎么样换不回来的。这场比赛，柏林其实当时挺便宜的，去的时候。交通跟住宿都很便宜，然后名额是自己报名的。伦敦主要的成本就是报名的钱，就是名额的钱，因为你只能买慈善。波士顿就当时物价已经涨得太离谱了，虽然是 BQ 的成绩，没有名额的钱，然后再加上如果你要是买慈善的名额，得现在差不多可能得7-8千美元。我估计，这都是不一样的记忆，开心。今天本来要跟大家聊点什么呢？聊一聊从看到了一位高手的东京马拉松开始。我那天无意中刷视频，看到了一位马拉松选手。或者是我看他也骑车，不知道是不是铁三选手发的东京马拉松2小时29，而且我一看是比赛中拍的，就是我这种类型的。我一看我说太厉害了，我就打开看。后来发现他应该很早之前就关注了我觉得受宠若惊啊，真的是2小时29，他是在东京 PB 了。就前2天那东京多热呀，而且是跨国参赛，肯定是有各种不适应的。然后我看他那个节目，我就一边看一边跟家属聊，我觉得我说的是对的。有的时候，一个真实的分享，就一个真实的情况胜过千言万语。我看那位先生的比赛，起跑也是会有一点跑不开。然后差不多第1公里进入目标配速，然后为了一开始的跑不开，可能冲了一冲，很快到第2公里、3公里，心率就达到了一个匀速巡航的心率160多，然后过了10公里，基本上如果没记错的话，可能心率就已经来到了170多，然后最后到30来公里、20多公里的时候，心率可能会顶到180。这就是目标比赛、全力以赴的比赛
大多数成年男性就不是很老不是很小的状态，包括有的时候可能大家刷不到，或者说视频一刷就过去了。有时候2-3年前我看有人采访专业运动员，甚至有一段时间会长会把比赛之后的数据分享出来，差不多的平均心率可能有173的、175的、178的，像半马的话可能都能顶到177，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。所以千万别再信那些带引号的大神们嘴里说的心率，要看真正的大神们比赛中的心率，这是我要说的真心话。如果一场比赛完赛，就像我奈良、台北或者琵琶湖这种，平均160多，那就是我轻松跑，就是练习赛，他肯定不是拼尽全力的。对我来说，和我的最好成绩差14分钟，然后平均心率可能差将近10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有的小伙伴说速度能力不行，半马成绩不好，可能一部分原因是速度能力真的不行，就是我以前也会面临这种情况。然后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可能对自己不够狠。有人又说了，你这说的不对。那天我那个大阪半马就有弹幕说你这样你就完了，也心脏的损伤是巨大的，你就不行了。反正大概是这意思。我主要是评论没法回复，我其实也不爱删除信息，我基本上除了真正人身攻击的以外，我从来不删所有的评论跟弹幕。我跟有些自媒体的做法是不一样的，我觉得需要有各种声音，但是呢，你得允许我说话。我觉得他说的不对，就是这些其实首先它是一过性的，其次任何事情都是有代价的。这个代价是什么呢？就像你说，像我小时候总听说的词叫职业病，现在可能很少这么说了，现在叫什么？叫工伤，对吧？你甚至说您不得已的应酬，然后每天的加班，偶尔的熬夜，这些它其实都是有损伤的。有的损伤也就不是说100%可逆的，对吗？那为什么比方说这一个家里丈夫、儿子或者是父亲每天去奔波在职场上或者奔波在生意场上，有应酬，有不得已的社交，有各种的劳累，各种的晚归，回来以后不管是母亲还是妻子还是孩子，都是一副心疼的表情，然后端上好吃的饭菜，说您辛苦了，真不容易，为了这个家庭。那为什么跑马拉松就是你就不行了呢？对吧？它本质上其实是一回事儿，都是我们为了一个目的做出的一些牺牲。而本身我认为就是以前我可能不这么想，做了马拉松运动以后我更多的会这么想。我也不是第一次说我的这个观点，就是我们从来到这个世界就是在消耗我们的，就是在不停的损伤中慢慢的离开这个世界，对吧？你不管是吃东西嚼东西，你对你牙齿有磨损，牙齿的磨损是不可逆的，对不对？还有各种像到我这年纪会发现，哎，眼睛里眼白里会有一些看上去像是出血的小血管，会有能看出来的血管，这些就是不可吸收的了，它就一直这样了。这些都是我们对生命对我们这一身硬件的损耗，它就是不可逆的。所以再说回这位大神的东京马拉松，如果您看到这儿没看过屏幕的话，您可以往前翻翻，我会放一些截图的。我觉得我看到他最后的状态，然后最后呼吸发出的声音，最后喝水进水站的状态。但是呢，你没有看他最后相机没电了，然后可能是家人或者朋友或者是赛道上的照片，他贴了一些最后冲刺的时候那一段录的，你们看上去又觉得哎好轻松啊。包括他
是他后边一点点有一位这边的自媒体小矮个叫猫什么，日本人也是2小时20多老师去各处参赛各处拍摄，看着都是那种还能冲，觉得还有劲儿，然后特潇洒，但是真正你看到他身边，你看到他自己的感觉的时候，就是另外一个景象。外行或者是我说句难听点的话，就是你根本没有体验过那个状态的人，你在自媒体里或者在文章里，你在描述这种状态，去教别人应对这种状态，其实是怎么说呢？就是它不现实，因为你根本体会不到。像马拉松赛场上，为什么有的人最后会不停的就像那样啊哥一样那样？它是一种特别解压的方式，有时候是不由自主的。为什么到最后我说35公里、37公里之后的水站，或者35公里之后的水站就不要进了？有时候你拿一杯水，你可能你就缓不过来了。甚至在前面的比赛10几公里、20几公里，你进水站喝水，也会造成这一小段时间你的身体压力会变大。这些都是其他人体会不到的，其他人看到的是说啊，还能喝个水不错。包括前天那个鱼池，其实跑的都不叫鱼池，那天我们所有人都很艰难，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可能都比较累，3分29的配速跑成那个样子，我相机完全没电了，我兜里有一个我都没法换，我当时思想挣扎了一下，我说不换了，就一点劲儿都没有了。而这种极限的经历告诉我说，人是没有，你说人是没有极限这句话对吗？不对。但是呢，经历过极限你就会这么想。这2天偶遇2位观众，前天我去体育用品店看鞋。对了，请教大家个事儿，如果我想买田径场5000到1万的这种钉鞋，比方说买 Nike 的 Dragonfly， 应该怎么选号码呢？因为很难找到真的东西去试。我普通的 Nike 穿40半，有经验的小伙伴们告诉我一下，因为我报了一个认真的田径场的5000米，4月初，要求必须是符合国际田联田径场规则的鞋，20毫米以下的那种。我打算买个钉鞋。钉鞋这个情节回头再跟大家聊。另外一位观众昨天在大阪城，我其实昨天没来大阪城跑步，最后在大阪城收的尾遇到的，来参加周末京都的一个越野赛。是在北京一位朋友的朋友，春节的时候还是什么时候我已经不记得了，就是大阪马拉松之前还是之后，反正就那段时间，北京那位朋友跟我发了个聊天截图，说我一哥们儿今天一起喝多了，是你的观众，让我跟你说人生不设限，就是上限的限。我当时看特感动，昨天偶遇的就是他，就是那位当时喝多了的哥们儿。所以就是极限是经历过才能体会到，或者是你们看有的马拉松教练，他可能不是很有名的运动员，在当年自己是运动员的时候，但是其实也经历过，而且看着这么多运动员在赛场上拼，多多少少都是有经验的。当然现在其实还有一种声音说的也没错，就是我就是为了锻炼身体，这特别对。我特早之前就说过，训练跟锻炼是两回事儿，是两个东西。锻炼是什么呢？就是我活动活动，让身体健康就好了。那这种你什么都不用想，而往往其实是上当受骗的都是这帮人，因为人们会，就是人的欲望其实是不可控的。大部分时候，你说我什么都不要，我无欲无求，都只是说一说，很少有人能做到，做到的都成了了不起的人。又要既要，他就会被这些东西欺骗。被这些东西告诉他说，你就慢慢跑就好了，慢慢跑就能越跑越快。
永远不需要往前去冲去顶。那这就跟你去健身房练卧推、举杠铃，你永远都举5公斤的，我就不信你举1年能举起50公斤的，我绝对不信。那这么简单的道理，为什么到了跑步这儿，人们就把它那么的，也不能叫神话，就是人们不自觉的会被这些东西引导到说，跑步是一个多高级的事情，是个多讲门道的事情，是个多反直觉的事情。我觉得什么事儿都是，如果一旦有人告诉你的东西明显的反直觉了，那就要考虑一下。因为我最初的直觉就是，我跑160多的心率我不太累，我的比赛都顶到170，顶到极限。那我就想，运动员他不可能在一场比赛之后还留有很多的余力，他肯定是要在赛场上把他的全部发挥出来，因为那是争名次的。你不发挥，总会有人发挥出来，那你就没有那个名次，这就是反直觉呀，对吧？让你思考，再加上你去看这些，刚才说这位先生东京马拉松的节目，给了我巨大的信心，在我的所谓的带引号的理论基础上，差不多。今天跟大家简单聊2句，然后咱们明天周6北京时间下午1点半还是会有直播，训练后见。3月14号星期五清晨7点06训练结束。今天第3个训练日，轻松跑14公里，平均配速4分53，心率139。脚的伤处基本上没事了，就不影响运动了。所以不用担心。今天穿上了那双特旧的2代的 Alpha Fly。昨天去了新来桥的 Nike， 看到就是那个首发版那个初始配色的 Vaporfly 4，就放在那儿随便卖。我一看将近3万日元，没舍得入手。但是这个2代的 Alpha Fly， 你看穿了这么长时间，今天就跑了14公里，已经开始隐约觉得有点磨足弓了，有点火辣辣的小感觉了。这有时候没办法，不是鞋不好，每个人可能是适合的东西都不一样。还有就是今天分享的这位大神，我之前在分享之前我征得了他的同意，可以用他的那些数据给大家看。我觉得应该把这些东西多让更多的人看到，去破除一些也不能说完全不正确，去破除一些想法吧。有时候就是看到了更好的，就会觉得我其实还能更好，追星逐月嘛。行，那不跟大家多说了，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咱们下回再见。